欢迎来到 TensorFlow 的系列教学频道，这是此系列的第3集，将带领大家以最便利简洁的方式来训练 TensorFlow， 并另外介绍在 Google Colab 上直接训练 model。首先，我们要准备训练的图片，在 Images 资料夹下建立 Test 与初音资料夹。Test 这里我准备了2种类别，各5张图片做验证用。初音里则是准备了各20张图片做训练用。另外要自行编辑 Label Map Text 作为类别 ID 与类别名称的转换。它的格式可以参照上一集使用到的 Mascogo Label Map PBTXT， 但我们不会用到 Display Name， 只会用 Name 表示类别名称。接下来我们到 GitHub 上下载 LabelInk， 我们直接选择编译好的 Windows 版本。下载完成后开启，把它复制到你要工作的地方。为了方便辨识，我们把资料夹改个名称。另外标记图片时，为了方便我们输入类别名称，我们进去里面的 data， 修改 predefined classes， 把你要新增的类别名称加进去。这边我加入了 Ducky 与 Roses， 完成后储存。接着要开始标记照片，执行 LabelInk exe， 打开 OpenDIR， 我们先选要验证的图片资料夹，这里只是有个快捷键 W 可产生标记方框，然后在要标记的一角，按快捷键 W， 推页滑鼠，之后会出现类别名称输入框，选 Rows 后按 OK， 最后记得先按 Save。它的预设路径已经搭配图片档位置了，直接 Save 就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图片档位置多了一个 XML 档。接着要标记下一张图片，我们按 Next Image， 然后重复上个步骤，按 W 开始标记。这里有多个物件时，需要重复标记多个方框。当所有验证图片都标记完成后，每个图片都会有对应的 XML 档。接着继续标记训练图片，打开 OpenDIR， 选择要训练的图片资料夹，然后重复之前步骤，按 W 开始标记。有多个物件时，要重复标记多个方框。标记过程中，可以按 Private Image 查看上张图片。全部都标记完成后，按 Private Image 转回检查有无遗漏的。标记图片产生 XML 档后，我们需要把这些图资转换为 TF-Record 格式。首先需下载这个程式 Generate Tricode P，
这个程式的连接我放在下方的说明栏。程式的名称字尾建议加上 CSV， 方便区别它包含转 CSV 功能。接着我们要开始转换格式，打开 Anaconda Prompt， 然后 Activate TF2 的虚拟环境，进入你工作的地方，执行 Generate TreeCoxP 程式，其中引数分别指定 Label Map 位置、XML 档位置、TF Record 档输出位置与 CSV 档产生位置。执行成功后，可以看到产生 Test Record 与 Test Labels CSV， 可以看一下它的内容。接着同样对 Train 图片做转换，产生 Train Record 与 Train Labels CSV。开始训练之前，先选定设定 Model。我们使用 Model 助理的模型，先从上节课下载的 Model 复制过来，然后编辑 Model 里的 Pipeline Config， 里面有几个地方需要修改。num classes 修改为你的类别数量 ，but size 根据你的记忆体大小修改为适当值。find tune checkpoint 修改为 Model 的 checkpoint。可以进去 Model 里看一下路径。Type 则修改为 detection。Label Marble Path 修改为 Label Map Text。Ivo 的 Label Map 也同步修改。Train 的 Input Path 修改为 Train Record。Ivo 的 Input Path 修改为 Test Record。最后，我们再检查一下修改的部分。Test Record 与 Label Map。Train Record 与 Label Map。还有 Detection 与 Model Checkpoint。Bus underscore size 与 num classes。另一个 Model 也是一样修改。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训练 Model。为了指令方便，把 Model 里修改好的 Pipeline Config 复制出来。再打开 Anaconda Prompt， 然后 Activate TF2 的虚拟环境，进入你工作的地方，再复制 Model Main TF2 P 程式，然后执行它。其中引数分别指定 Pipeline Config 位置、Training 输出资料夹与训练 Step 数。经过几分钟后，出现第100 Step。1100 Step 后，我们先按 Ctrl 加 C 中断它。可以看一下 Training 输出资料夹。CKPT2 是第1000 Step 后产生的。在训练过程中，我们可以查看训练的状况，于虚拟环境中执行评估模型指令，然后执行 TensorBoard， 记下这个网址，接着打开浏览器，输入这个网址，可以看一下每个项目的状况。
最后，我们来把训练的结果绘出来。先复制 Exporter main_v2 程式，然后执行这个程式。其中引数分别指定 training 资料夹、pipeline config 位置与模型输出位置。完成后，可以看到生成一个 inference graph 资料夹，里面与 model 柱同样具有3个资料。接下来，我们使用这个训练好的 model 来做 object detection。参照上节课的方法，使用 detect from image 把它复制过来。接着先建立 output 资料夹，然后执行这个程式。其中引数分别只是 model 位置，以及 label map 位置与图片位置。完成后，我们进入 output 资料夹，查看物件侦测的效果。另外，我们来介绍使用 Google Colab 训练 model。按照之前的课程，执行步骤1到3安装 TensorFlow。接着执行步骤4下载模型。完成后，可以在左边看到已解压缩好的模型资料。至于步骤5执行之前，要先上传准备好的图资格式档，包括 label map text 与 task record。还有 train record， 以及此模型编辑过的 pipeline config， 并修改预训练的 step 数。接着执行步骤5开始训练。1000步完成后，可以先评估效果。我们继续训练到2000步。可以看到 training 资料夹产生 CKP T 到3，然后开启 TensorBoard 查看学习曲线。接着执行步骤6对模型评估。再次开启 TensorBoard 查看学习状况与侦测效果。步骤7则是绘出此模型，完成后会产生 inference graph 资料夹。想要下载此模型，我们可以挂接云端硬碟，再把模型搬移过去。好了，这节课就到这边。最后也请大家按赞、订阅、分享，后续将会有更精彩的教学影片。感谢您的支持。